要来开箱丽星邮轮探索星号，在2025年全新回归，餐厅美食最多元，好吃的邮轮品牌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请先按下订阅，才不会错过后面的新影片。这次我们参加的是6天5夜的行程，从基隆港出发，其中会停靠大阪和歌山、高知各1天。这条航线也是丽星邮轮的独家行程。预定完成之后，就会收到一份书面资料，包括了船票、定位确认书，还有丽星邮轮旅游指南。里面会有详细说明报到的手续跟应备资料、船上服务、邮轮设施。还有其他的介绍，像是有由丽星邮轮率先引入亚洲的 The Palace 皇宫贵宾专属空间，在码头可以使用贵宾室优先办理，上船之后有24小时的私人管家服务，还有专属餐厅、专属泳池等等的多项礼遇，房型很多种，空间也比较大。另外还有可以看海景的露台房。跟皇宫住客一样，可以有专属的登船服务、剧场专属坐席，每房每晚有1200块台币的饮食额度跟购物折扣。抵达基隆港，记得携带护照、护照影本跟船票。先来托运行李，核对完资料就可以了。行李到时候就会直接帮你送到房间门口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报到柜台办理报到。准备登船啦！船上每一天都会发一份邮报，会有每天船上活动、精彩节目的时间表，也会写各个设施的开放时间，还有每个餐厅的供应时间。要注意的是，船上一律使用的是台湾时间，记得要看对时间哦。13层甲板里面有10层是游客的活动空间，包括了邮轮各项设施跟舱房。这边跟大家介绍，有邮轮设施的甲板，13层甲板有很大的停机坪，也有综合运动场、打篮球跟可以慢跑的跑道。往前走可以看到连接游泳池的溜滑梯，也有躺椅可以晒太阳休息。下面就是罗马泳池。往前是沙发座位区，还有露天吧、海鲜烧烤餐厅。往下来到12层甲板，右手边就是刚刚看到的泳池。进到室内有健身中心跟水疗中心，可以另外付费做 SPA， 提供脸部护理、身体按摩等等的不同套餐，也有贩售水疗券。接着来到动感地带。一进来就会看到很多的沙发座位，这边有很多电子游戏机，大部分都是要另外付费才能玩。也有可以体验 VR 的机台。付费的部分都可以用房卡感应，最后再一起结算。另外还有免费餐厅之一丽都自助餐，在每天的用餐时间都会提供餐点可以自由取用，船尾也会不定期举办免费的烧烤 BBQ 之夜。这里是中旅阁，是一个可以喝饮料放松的交谊厅，一大面的落地窗也能欣赏海景，旁边有机台、游戏机台可以玩，还有付费的 KTV 服务。再下来到8层甲板，精品廊是船上的免税购物区，有折扣的品牌鞋款，各式精品名表、饰品，也有化妆、保养品跟香水、精品服饰、包包等等。除了免税以外，也有折扣，还有丽星邮轮的独家纪念品。这边是海马日本料理自费餐厅。旁边有火锅，也有一些付费的套餐可以选择。再往后走就会来到星座剧院，船上的秀大部分都是来这边看，时间表在每日的邮报上面都会写。座位区整个横跨了8层跟7层的甲板，可以自由入座欣赏表演。表演秀都非常精彩，有惊艳的魔术、空中特技。还有超级热闹的歌舞秀。
在出发当天的启程派对，也会邀请游客一起上台同乐。另外也有播放电影的时段。来到7楼，这边有中餐厅，可以付费享用一些港式料理，口味上都很不错。旁边有免税药妆小铺。船中间的大堂是布达重要事项的地方，平常也可以自由使用这里的座位区。往前来到蓝湖美食。这里主要是提供东南亚风味的餐点，有海南鸡饭啊、拉沙、肉骨茶等等，价格是付费餐厅最低的，营业时间也是最长，还能吃到台湾的牛肉面。抹茶坊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冰淇淋，甜点吧则是提供各式的甜点、面包或水果。想打麻将的话，这里也有。旁边的话是意大利披萨餐厅，又有更多的餐饮选择，满满零食礼盒的礼品屋，有啤酒、奶昔、咖啡等等的饮料吧。星宴是付费的西餐厅，座位不多，建议要先预约。7楼船头是娱乐场，提供了各式赌桌游戏以及老虎机。在11点半到12点左右，这边还会提供免费的泡面。接着来到6层甲板，有百味轩，是免费的西餐厅，在指定的时段可以进来用餐，会提供菜单给你选择，从前菜吃到甜点，一共有4道，餐点蛮好吃的，不会因为是免费就马虎，这样吃下来非常有饱足感。另外一间免费餐厅是星梦餐厅。这里提供的是中式料理的套餐，会依照人数给你相应的分量。我们这边是3人份，分量够又好吃，一样可以吃得很满足。在船上所有的消费都会使用房卡记录，会在行程结束下船之前才一起付款，付完款同时也会拿回自己的护照。另外跟你们说，船上都是全中文化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有沟通上的障碍。除了有不同的设施表演，也会有很多专属小朋友的活动可以参加，在船上也不会无聊。经过了1天的航行，我们抵达大阪和歌山啦。在下船之前都会进行相关事项的宣达，一定要记得回船上的时间。因为这是第一个入境日本的地点，也是第一次跟最后一次办理清关手续，所以不管你这天有没有要下船玩，都要先下船去办理入境手续，之后隔天才能顺利下船入境。邮轮有提供免费穿梭巴士可以搭乘，会载你到和歌山车站或是永旺商场。你也可以前一天先去柜台报名岸上的游览团，这个是需要另外付费的，全程都有中文导游。下船之后旁边就有换汇的服务，也有附近的地图跟简介可以拿取。再往前走就是接驳车的乘车处。我们来到永旺商场，这里主要有3层楼。这一间有服饰、家具跟生活杂货、和服定制的店面。这间有很多古早味零食跟玩具，不同风格的服饰。机台丰富的扭蛋森林，美食用餐区，日式炸猪排、串烧、炭火烧肉、拉面、台湾料理、茶泡饭、牛排、汉堡，还有 Snoopy 周边商店。儿童游乐区、童装专卖店，下来2楼有生活用品杂货、电影院、大创，还有爱电王。搭邮轮的话，行李重量限制更低，超级适合来搬家电回去。很多小物的百元商店，专柜保养品、化妆品应有尽有，还有很多给小朋友坐的推车哦。
晚上时间差不多之后，就要准备回邮轮啦。隔天要下高知，因为这2个地点交通都不太便利，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购买岸上的游览团行程。出发之前都会拿到一个贴纸，用来识别你有没有参加游览团。第一站是坂本龙马纪念馆，旁边就是贵宾海滩。坂本龙马是高知县人，他努力促成了萨长同盟跟大正奉还，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。纪念馆里面可以看到他的一生跟伟大的功绩。门票是已经包含在游览团的费用里面咯。下一站是弘仁市场，这里集结了60间店家，可以吃到在地美食。必吃的有煎鱼半桥烧、土佐鹤牦牛、牛排、高知18酒造等等的各式日本酒，也有一些纪念品、伴手礼。市场外面就是代屋町商店街，全长有650公尺，这个是高知最大的商店街，有一些餐厅啊、服饰小物、药妆、游戏机台等等，可以来走走逛逛。最后一站来到龙河洞。龙河洞是日本很具代表性的巨大钟乳石洞之一，有超过1亿7500万年的悠久历史。洞窟内有高11公尺的纪念瀑布，跟很多小钟乳石聚集成的石花殿，也能看到洞窟内先住民使用过的壶器。行程结束，回到船上，也要准备回基隆港了。这一次的行程我们是跟大登旅行社预定的。除了这一次的行程，全球还有超多航线，可以趁着暑假安排一趟旅行。有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，也有美国、墨西哥、阿拉斯加跟南极半岛，还有我们之前开箱过的哥斯达沙伦纳号，还有这个我超级想搭的迪士尼探险号也开始贩售啦。除了从基隆港出发之外，预计在今年年底也会有高雄港出发的航次哦。快到资讯栏点进网站看看吧。记得先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喜欢影片也欢迎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。